1.4万亿。没有听错，这个天文数字是新加坡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规模，而且这还不是美元，是新元，换算成美元约为1.485万亿美元。这个小小的岛国正以这样的速度震撼世界，它不仅稳居全球第3，仅次于伦敦与纽约，甚至早在2013年就悄然超越日本，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。你可能会好奇，这么一个弹丸之地，凭什么能站稳全球顶级金融舞台？又是如何每一天流动如此规模的资金呢？1.4万亿新元绝不仅仅只是一堆数字，更是贯穿到新加坡外汇市场的深度影响力。而且这种庞大的资金流动，其实一部分也与你我息息相关。1.4万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别走开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第一章，外汇市场离你有多近？你可能会觉得外汇是什么？听起来似乎是金融精英或银行家的世界，只有投资外汇的人才和这个市场有关，是吗？其实不然，无论你是普通市民还是企业高管，外汇市场都在以一种隐形的方式，默默影响着你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甚至比你想象的还要近。如果背后外汇市场交易不活跃，心猿疲软，你可能连喝一杯普通咖啡都要掏更多的钱。再看看出国旅行，当你换日元去日本看樱花，或者换欧元去巴黎打卡时，你拿到的汇率一点也不随机，实际上是由新加坡这个全球外汇交易量高居第3的市场深度支撑的。每天1.4万亿新元的庞大交易规模，使得新加坡成为全球资金流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，这也让我们的货币兑换更加稳定和划算。不仅如此，新加坡的外汇市场还直接创造了大量的高薪岗位，比如说外汇交易员、金融分析师、合规专家、金融科技工程师等。这些岗位不只是银行的专利，很多国际级交易所和外资机构都把地区总部设在这里，提供了高价值就业机会，而这些岗位的薪水都远超平均水平。可以说，正是外汇市场的活跃支撑了你身边很多人的经济安全。看到这里，你会明白，外汇市场并不是一种遥远抽象的概念，而是无声无息地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。那么回到另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是新加坡？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特别，能够坐上全球外汇市场前3的宝座？接下来揭晓答案。第2章，3大支柱助教，全球3甲外汇中心的成功秘诀。新加坡从一个小岛一步步跻身全球外汇的顶级舞台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战略和远见。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金融游戏中，新加坡的成功基石至少可以归纳为3点：政策环境、金融创新和严格监管。支柱1，超前的政策设计。回顾历史，早在1968年，新加坡就推出了一项让人耳目一新的政策——亚洲货币单位。这一政策开创了亚洲的美元离岸市场，成为当时的金融创新之举。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里，新加坡的政府继续推动了一系列利好外汇市场的措施，取消外汇管制，降低离岸税率及印花税。这种拥抱国际化货币交易的姿态，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，也为这个小岛积累了独特的全球信任。支柱2，持续的金融创新。金融市场从来不是原地踏步，新加坡也是一样。一开始我们从单纯的外汇交易起步，但随着市场与需求升级，新加坡的金融体系很快扩展到包括利率衍生品在内的复杂工具领域。比如今年利率衍生品的每日交易额高达2080亿美元，相较3年前增长了33%。这类创新不仅增加了交易深度，更强化了新加坡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角色，不仅是交易的领导者，更是驱动现代金融创新的动力源。支柱3，严格而灵活的监管体系。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在吸引资本流动的同时，新加坡还建立了全世界最高标准的金融监管体系，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导，通过设定全球最严格的资本充足率、流动性比率等标准，保护稳健增长。此外，新加坡还采用分离型离岸市场体系，巧妙地避免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地经济的直接冲击。这一策略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尤为突出，使得新加坡在许多国家经济崩溃之际仍能平稳前行。3大支柱的联动，为新加坡外汇市场崛起奠定了体系化的坚实基础。但未来挑战同样不可忽视。下一部分我们聊聊未来。第3章，挑战陡然增加的新加坡外汇市场。当全球经济重心逐步由西方向东方转移，亚洲经济的崛起显然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先发优势。新加坡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、成熟的金融体系，将越来越多的资本吸引到亚洲。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场历史性的机遇，同时挑战也不容忽视。比如国际贸易摩擦加剧，很可能削弱全球资本流动，而人工智能、快速算法等技术广泛应用后，传统外汇交易会受到怎样的冲击？甚至新兴市场的快速崛起是否会分流资金流向？对于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城市来说，随时应对高密度资金流的风险和变化，是新加坡未来10年内的关键课题。今天聊到这里，我们明白了新加坡外汇市场里那些每天流动的1.4万亿新元，它们不仅是一连串巨大的数字，更是新加坡不断努力的结果。
政策创新、监管3点齐发，才铸造了今天这一全球前3的金融奇迹。它直接让小小的新加坡成为世界经济的活跃中心之一，也帮助每一个普通人维持了生活质量和财富稳定。朋友们，你对新加坡的金融未来有什么看法？这些金融故事是否让你想探索更多新加坡或亚洲的隐形冠军？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告诉我你还想听关于哪些行业的内部解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